流年低声轻轻说一段温柔的春语，光阴辗转梦里编织着动人的秘密，梦中的涟漪穿梭在心里，陪我颠沛流离风浪起，飘摇无遗，蜿蜒记忆里留下斑驳的痕迹。终于我能为你成为这更好的自己，褪去繁华找回最初真心，不语一路崎岖，是我无悔的经历，哪怕有点记忆被抹去。终于漂泊好久的船停靠在你怀里，依然还会给我海阔天空的勇气当分离。终有一天会相聚，我的心还守在你这里。阿恒，小婉这2天在忙什么？瞧着总不在屋里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可能是前2天窝在屋里绣小黄鸭绣累了吧，所以这2天老爱跑出去。小黄鸭？哎，这不是小黄鸭吗？你什么眼神？这个是鸳鸯啊！绣的的确是丑了些，却也可爱灵动。雍国使臣刚离开，晋国使臣又快到了，可不能出什么幺蛾子。你去找找小婉，别让她乱跑。是。李大将军，来，本王敬你。多谢昭王盛情款待，昭昭物阜民丰，连美酒也格外清香宜人。望冀昭2国从此共享康乐，永无纷争。李大将军所言极是。本王久慕老庄之许，一心报德阳和，以顺天下。还望大将军归国之后，把本王的心愿告知继王，希望2国和睦相处，天下太平，2国人民安居乐业。这样的话，本王也可以安心的问道修禅了。昭王客气，昭王一心修好，我自当将昭王心意尽数转达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事相求昭王。哦，李大将军，但说无妨。数年前，我偶见一美人，惊鸿一瞥，念念铭刻于心。只是彼时仓促，未及询问其姓名家世，就此错过，懊恨至今。啊，自古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大将军心系美人，更可见英雄本色。只不过
大将军道出此事。这位女子，难道是我昭州的女子吗？说来也是天缘巧合，昨日我前来王宫的路上，再次遇见这美人，发现这美人进了昭王宫。这就简单了，只要大将军能说出这位美人的年貌，本王一定把这位美人找出，让其风风光光的嫁给大将军，也算是本王成人之美。风眠婉，李大将军恐怕弄错了。风眠婉是我的侍儿，从未离开过昭州，不可能见过李大将军。原来是景公子的爱婢。尚请景公子念及李某拳拳真情，将绵婉姑娘相赐，我必明媒正娶，待以嫡妻之礼。那还真是绵婉的福分了。可惜小婉性子娇惯，李大将军门第贵盛，晋国又山高路遥，彼此恐非良配。绵婉那个孩子呀，自幼是跟着阿慈长大的。虽说是个侍儿，但是阿慈对他比亲妹妹还要亲，他是一时舍不得罢了。既然李大将军如此喜爱，本王哪有不成全的道理呀？多谢昭王成全。就放这儿吧。魏总管，这是绵婉姑娘，恭喜啦！哪儿来的喜啊？晋国李元李大将军点了你的名，要八抬大轿迎你回去做将军夫人呢。主上说了，会认你做义女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去晋国。什么？公子，公子，我不想嫁给李渊。等我安排。等你怎样的安排？你是不是真的打算把我远远的嫁了？既让我离了你们的眼，也完成了赵州和晋国的结盟。我没有。阿慈啊，本王知道你不愿意把风绵婉许给李渊，可是这个李渊，他的身份非同小可。他不仅是晋国的宗室，而且还是晋国掌握兵权的大将军。这一次，他指名道姓的要娶一个侍儿，你说本王怎么好服他的面子？如果拒绝，恐怕会影响晋昭两国的邦交啊。我明白，但前不久，庸国使臣也曾来访，昭州既已向庸国表明归附之心，
若再与晋国结亲，恐怕会引来庸国的猜忌。哎，这阿慈，如我这一次嫁的是泽生，恐怕会引来庸国的猜忌。可是风眠婉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儿罢了，就算庸国知道了，那又能如何？义父所言有理。绵婉姑娘好像很难过，这些礼物拆都没拆，定定的看了会儿就跑出去了。我要不要去找找她？不必了，让她静一静也好。那现在，去把能搜集到的李渊的资料立刻给我找过来。李渊今日拿出的那幅画卷，微微发黄，至少有2、3年的光景。可是推到2、3年前，他并未来过昭州。就算他曾微服前来，小婉也极少出昭王宫，被他遇见的几率微乎其微。那他怎么会有绵婉姑娘的画像？或许弄清了2、3年前发生了什么，一切就都明了了。公子，我们能查到的关于李渊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。好。公子，你已经看了很久了，饭也没吃，不如先吃点糕点吧。绵婉姑娘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将军为何要这么做？从心所欲，又有何妨？可是，嫁娶之事并非儿戏。风绵婉恳请将军收回成命。你怎知我不是真心求娶？你我素不相识，何谈真心？且我不过是昭王宫内小小侍儿，身份卑微。你娶我为妻，就不怕颜面扫地，遭人非议吗？做我李渊的正室夫人，难不成还辱没了你？你百般推诿，莫不是已经有个心上人了？是景慈？这和你无关，我只是不想远嫁罢了。景慈才识无双，更兼容貌出色。你从小侍奉他，难免心里眼里只有他一个。可今日我在席上求亲，他虽为你说了几句，却也没为你怎样，更没有要娶你为妻，照顾你一生的意思。我不曾奢望什么。既不奢望，又何必苦守着他？实不相瞒，我本有一相爱之人，可惜阴差阳错，注定不能相守，深以为憾。那日在街上偶遇绵婉姑娘，容貌与我心上之人，一般无二。想来是上天眷顾，所以才诚心求娶，绝无戏耍之意。跟我回晋国吧，早点断了不该有的念想，也免得将来痛苦。我绝不会嫁给你。姑姑，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从小看着泽生长大，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。
公子，你可不能这样想。泽生待你是怎样的，我不信你不知道。昭王将你视如己出，固然是看在他和二小姐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可又何尝不是因为把你和郡主看作是一对儿了呢？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情，我铭记于心。但是义父的养育之情，我未必要以曲泽生来报答。这可是昭王一心欲成的事，不这么报答，你打算怎么报答？姑姑，昭州兵寡势弱，始终在拥挤间夹缝求生。我会相助义父在几方乱局中站稳脚跟，伺机强大昭州。你别找这些借口。我问你，你对和郡主的婚事百般推脱，是不是因为风眠婉那个臭丫头？姑姑，我不想娶泽生，跟小婉没有干系。公子是当我瞎？即便你没有那个心思，这风眠婉时时刻刻都想粘在你身上的模样，谁看不出来？她自幼在我身边，自然跟我亲近了些。可公子，你还让她亲近你？公子可别忘了，你母亲当初是怎么死的？我和宋好明知道仇人是谁，一时拿他没办法，才到了他的孩子出来，准备祭奠王妃。可偏偏你心软，硬生生的把他救下来，还当成宝贝，养了18年。可是公子别忘了，什么样的人，就生出什么样的东西。风眠婉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这就是宿命。公子，你要信我。风眠婉那个臭丫头，她早晚会害了你的。姑姑，我明白。你坚持维护她，不让我处置她也就罢了，可你绝不能对她动心。宋好，宋好。连婉姑娘，魏总管，在找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公子让我来寻一些旧日的材料，其实不是什么要紧的事。啊。你是说，阿慈的侍儿在查当年的材料？正是。也不知是不是景公子的意思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景公子总不至于还想着庸国的那些人和事吧？也或许，我昭州还真留不住他。偶尔问起，他也没有要娶泽生的意思呀。哎，主上，年轻人嘛，一时好，一时坏，没个定性也是常有的。哎呀。我辛苦养他一场，自幼便言请名师，叫他文韬武略，就是因为我和景二妹妹的情分，也确实是因为她聪慧可教，只是希望她不要聪明过了头。景公子虽然为人性子孤傲了一些，但是，他对主上您一向恭敬，老奴瞧着，应该是个知恩图报之人。但愿如此。我知道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
公子啊！景公子有胎里带来的弱疾，本该时时保养才是，怎可通宵不眠，劳心劳力？这心绪难宁，最难调理。我先给公子开几天安神的方子。左大夫与其给我开安神的方子，倒不如给我寻一味新药。公子此言何意？言希不解。别辩解了。上次你和赵岩在酒肆中相会，我都看到了。我往年给赵大人诊治过，这次巧在集市相遇，所以就一起喝了几杯。上次看到你和赵岩一起出现，我便派人查了你的背景，不知该唤你鹤王宫大公子，还是飞廉尉左大人。雍国飞廉尉左延熙，拜见公子。飞廉尉是雍帝的亲信暗卫，只受命于雍帝。难道是他派你来的？是。你都知道了。陛下闻讯，对公子很是牵念。延熙原也想着要寻机说明身份，将公子带回雍国。我还并没有回去的意思，倒是想向延熙打听几桩雍国西都的事情。公子请讲。我有名侍儿，名唤风眠婉，你是见过的吧？见过。西都是否有名贵族女子，和风眠婉生的一模一样？在雍都确有一人。小凤，你受委屈了。我知道，你也想好好保护小婉。知夏姑姑他们对小婉有成见，不太喜欢小婉。其实小婉是个无拘无束的性子。这些年何曾有一日舒展？与其让他这么压抑地活着，倒不如放手一搏，让他有机会回归本性，也许能让他做回自己。阿慈离开了王宫。回主上，是的。不知神医姬伯的那个徒弟，跟景公子说了些什么？景公子连夜便离开。左延熙，那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大夫。景公子大概还不知道左公子的底细吧？哼，他要是那么容易被人糊弄的话，他就不是景慈了。派人盯住他，看他到底是不是去了雍国。是。香囊，吃糖葫芦。袁大小姐，里面请。大名鼎鼎的袁府大小姐袁清离。青离，上次你给我提起的那位名士的真迹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好呀，麻烦贾公子回头送到我府上去。青离，这是我新制的一首乐府，不知几时能跟你共奏一曲。我若空了，便请易公子过我府上共奏。
不然改日一起来元府聚聚吧。左妍希都跟我说了，你要见我，是因为你有一个跟我生的一模一样的侍儿，要嫁去晋国了。袁大小姐，重点错了。哦，景公子生得好看，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不知道李元在听说你得知他要娶亲后，还能这么从容不迫地挑逗其他男子，会是怎样的念头？李渊，你知道多少？不多。2年多前，李元出使雍国议和，似乎闹了一些不愉快。待他回国之后，便潜进府中姬妾，从此不近女色。而袁大小姐从此性格大变，回眸一笑，引得雍国贵公子竟折腰。袁大小姐虽与小贺王爷穆北燕订了婚约，依旧放荡不羁。西都贵公子趋之若鹜，都以移入袁大小姐归榻为荣。不过在下一直不相信袁大小姐甘于这种生活。我有什么好不甘的？只是素来有些不痛快。那么风眠婉顶着和你一样的容貌，嫁给了你的心上人，你又该何等的不能痛快？你的心上人嫁给我的心上人，只怕你也不痛快吧？既然我们都有一起痛快的机会，为何不抓住机会呢？景公子难道已有计划？不如说来听听。我听说你时常前往水月庵上香，途中你可以准备一些糕点，让跟随你的侍从失去抵抗能力。只要安排妥当，袁大小姐便可安坐轿中，看一出抢人的戏码。我们无需真的伤人，点到为止即可。袁府的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我的人会带袁大小姐离开渊国。随后，风眠婉暂住的驿馆将会出现一场火灾。接着怎么做，就看袁大小姐的了。成交。听说你那位侍儿风眠婉，连昭王宫都没有离开过几次。他的天地，就是你，还有你身边的那些人。而我这里，有魅惑君王的母亲，有拈花惹草的未婚夫，还有数不清的蓝颜知己。哦，对了，我跟穆北燕的婚事也已经尽了。你确定你家那个小姑娘，她应付得来吗？这个嘛，就是我跟她的事了。李大将军虽然离开，但已经把聘礼留下，所以你们的婚事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原来那些不该有的妄想，你也该收收了。想什么呢？没事，
你当我不知道？无非又是在想男人，都快嫁人了，还在想男人。想别人倒也罢了，敢休想公子，做梦！幸亏公子看破你这讨好卖乖的下作手段，早早躲了出去。不然这狗急跳墙的，该往主子床上爬了吧？等我安排。等你怎样的安排？你是不是真的打算把我远远的嫁了？魏总管，绵网姑娘离开没多久，应该走不远。你带一队人马往这边搜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是是。绵婉姑娘，跟咱家回去吧。回去听你们安排。远嫁纪国，我不嫁。可这大半夜的，绵婉姑娘又能去哪里呢？不然，闹得大家人仰马翻的，多不好看呢。绵婉姑娘，别让我们为难呐。阿恒，你可留心着点儿，别再让绵婉姑娘跑了。这亲事已定，咱们交不出人来，怎么跟纪国交代？是。绵婉姑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公子在外面的亭子等着呢，难道不是在等姑娘吗？公子回来了。嗯。景哥哥，照你的意思，你并不是有意要护着那风绵婉。风绵婉区区一个侍儿，公子又怎会真的上心？不过是物尽其用吧。她能嫁与纪国大将军，这颗棋子也算是为我昭州派上用场。公子，待风绵婉嫁出去，你和郡主的亲事也该办了吧？风绵婉走了。
这下他该死心了吧？小风，你知道吗？我连自己的父母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却要承受他们留下来的仇恨，成为一颗注定被牺牲的棋子。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，可是我可以给你自由。你走吧，快走啊！你走啊！你快走啊！以后没有人会照顾你了。自己保重。小婉，你不会没人照顾的。公子的意思是真的要把我嫁往齐国？你照旧嫁，我会作为送亲使跟着，后续的事情我会安排妥当。公子，你明明都已为他打算好了，为什么不把你的计划都告诉他呢？兹事体大，若他提前知道真相，露出破绽反而不妙。目前盯着小婉的，不止直辖姑姑和泽生郡主。是谁眉眼之间深藏着心默念，便只见触碰了眼。枝繁叶落之间，轻弹着心难眠，花一缕清风回远。梦醒思绪漫天，问君昔时何年？只留下日月高悬，每一丝光线中回不去对你一世诺言。你我之间隔一片云无边，在多少阴晴圆缺漫过天地间，熟悉的那一眼，年晚拜见主上。因你我未曾改变。平身。年晚，本王知道你心有不甘，但是，比起两国交战，死伤无数，一人之牺牲，算不了什么。其实绵婉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是我。可是如今，绵婉也不想明白了。既然所有人都认为我该嫁，那绵婉便嫁。一身归朔漠，数代敬兵戎。如果能够换得两国的长久和平，两国百姓自然会感恩你，而在青史之上，你也会留下一笔
浓墨重彩。我不图青史留名，但也不会辜负主上的期望。嫁到纪国以后，我会事事以昭州为先，处处为我昭州百姓着想。好，果然是个好孩子。是谁眉眼之间深藏真心默念，烈指尖触红流年，枝繁叶落之间，轻弹真心难眠，花一缕清风回远，梦醒思绪漫天，问今夕是何年，只留下日月高悬，每一丝光线终回不去，对你是诺言。你我之间的一片云无边，在多少阴晴圆缺漫过天地间，熟悉的那一眼，熟悉的容颜，因你我未曾改变。是谁眉眼之间深藏真心默念，烈指尖触碰流年，枝繁叶落之间，轻弹着心难眠，花一缕清风回远，梦醒思绪漫天，问今夕是何年，只留下日月高悬，每一丝光线终回不去，对你是诺言。你我之间隔一片云无边，爱近在咫尺，有缘在天边，透过多少思念，透着多少牵绊，换来一次转身再相见。你我之间